人生能有几个10年，想要健康开心编程，我选择了 Python。但是第三方库各种不兼容，部署运维复杂，并且开发工具也五花八门，令人眼花缭乱。直到2024年 EV 的横空出世，1年内 star 数目近6万，将分裂的开发工具统一。我开始研究并选择了 EV 作为构建工具，轻装上阵，感觉自己从小白升级到了专业的程序员。EV 的安装超级简单，快速回顾下程序40多年的发展历史。1983年 C++ 诞生于贝尔实验室，作为面向对象语言，凭借着接近 C 语言的效率，在工业界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。但是随着项目的复杂及互联网的发展，已有的构建工具不能满足需求，大厂都开始各自研发内部的构建工具。1987年通用脚本语言 Perl 发布，曾被称为脚本语言中的瑞士军刀，但由于太灵活的语法，导致编写随意阅读困难，一个程序员1个礼拜后甚至看不懂自己的代码。2000年 Python 2.0 发布，通过简洁的语法设计来提升可读性，让写伪代码就是编程。通过20多年的发展，提供了庞大的第三方库生态，覆盖人工智能、机器学习、游戏开发、数据分析、外开发等领域。但是性能差、动态类型导致的运行时错误让代码不稳定，打包依赖管理部署复杂，也是让我在快乐中夹杂着一些不爽。2015年 Rust 发布，设计哲学为安全、并发、实用。虽然学习成本高，但高性能、安全及现代化的构建工具，我毫不犹豫地抛弃了 C++， 开始学习 Rust。 总结下，基于40多年的历史，在2025年的今天，作为个人开发者，必须掌握一门底层编译型语言以保证高性能，同时必须掌握 Python 以保证高开发效率。因为人生苦短，要留下时间去享受生活。Python 的性能问题可通过底层用编译型语言实现来缓解。除此之外，应用于生产有2类主要问题：一是庞大的第三方库导致构建相对复杂；二是动态类型导致代码的健壮性很差。我认为 EV 是当前预计未来 N 年内 Python 最好的现代化构建工具，使 Python 的构建更简单，同时搭配静态类型检查器，能让 Python 更健壮。UV 是由 LRAL 团队设计的，使用 Rust 编写，是一个极快的 Python 构建工具，用于 Python 项目管理。UV 的背后核心设计理念，借鉴自 Rust 语言的 Cargo， 本质是急速驱动效率，以统一简化生态，以开发者为中心重塑体验，通过高性能统一接口、人性化设计，将 Python 由一个低信心体验的开发环境，转为一个专业高信心的开发环境。由 Rust 编写，通过并行依赖解析、全局缓存复用、报安装速度及虚拟环境创建比已有工具快10到100倍。UV 是一个静态的2进制文件，大小42兆字节，无 Python 运行时依赖，启动快，适合容器化环境。将诸多工具的功能整合为一个单一的2进制，减少生态碎片化。对于大型项目，通过声明式配置、动态按需创建虚拟环境，做到环境的隔离。对于简单脚本，通过支持内联依赖声明，脚本自带依赖元数据，实现脚本的复制粘贴及预信。使用开发项目的流程，主要为 Python 版本及依赖的管理、开发测试、构建发布。几个配置文件需要重点关注，后续会反复用到。这是一个创建项目开发的事例。
这是一个通过 UV 管理 Python 版本的示例。之前开发我都是手动维护一个长期的 Python 虚拟开发环境，半年之后都忘记何时手动添加过哪些三方依赖，即使记得名称、精确的版本号也忘记。如果依赖的扩版本间不接惹，导致已有的代码不能复现。UV 的设计理念，抛弃长期人工维护的虚拟环境，自动根据文件内声明的依赖，按需创建或更新一个虚拟环境。这是一个简单脚本的示例。对于一个可执行的脚本，可以在文件内声明依赖关系，可实现脚本的复制及运行，不需要再额外担忧环境不同导致代码不能正常运行。背后原理是 UV 会自动创建一个虚拟环境来运行脚本。对于一个复杂的项目的开发，背后是用 UV 的10几个子命令来管理项目，最核心的是管理依赖关系。对于超大型项目的管理，可以拆解成多个工作空间，通过统一管理保证依赖的一致性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关注。有问题或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